我们做了1年的 YouTube， 很多人就问我们 Mr. Chloe， 到底你们用什么相机来拍 video 啊？有没有什么镜头啊？有没有什么配件啊？有没有什么 bag 啊？今天聊一聊我们做了 YouTube 1年之后，到底我们摄影包里面装了什么？你先呢 ？Well， 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Hello， 欢迎回来我们的 channel， 我是 Vincent， 我是 Chloe。今天我们做了 YouTube 1年之后呢，我们摄影包里面到底装了什么东西？很多人就问，拍 YouTube 一定要用相机的咩？其实拍 YouTube 呢，其实很简单的啦，就是你有什么东西的可以录 video 的，比如说你的电话啊，还是你哪一个相机的，你放在旁边1年了啊，没有用过的，其实都可以拍 YouTube 的。这一些是我们的器材啦，我们自己用。所以如果你今天你想要 upgrade 啊，或者是 start 拍一些 vlog 的话，你可以参考一下我们的器材啦，这些是我们用的。所以我们直接开始吧。我们先讲一下我们的摄影包，然后当然你看到的这个摄影包呢，它其实很大个，可是我先不讲它，因为平时我们去拍1天这样子我是不会带这样大个的 bag 的啦，除非去旅行这样子，所以这个我们最后再讲。然后因为这个 bag 它叫 PGYTECH 的 One More 2， 它是25个 liter 的，可是它里面有送一个小个的 bag， 所以就我买它。哒哒，就是这个东西啦。这个 bag 呢，就是平时我们出去外面拍1天的时候，那我肯定会带这个 bag， 因为它就是买这个送这个，然后就它可以塞在里面，然后就很方便。所以这个 bag 里面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小个的 sling bag， 然后其实也蛮装的啦，它应该有6到7个 liter， 然后里面就有1机2镜这样子。这样你的嘞？我的是 PGYTECH 的 One Go Drawstring Bag。Yeah， 这个是 ivory 的颜色啦，所以我选这个是因为它不像一个 normal 相机 bag， 就是通常相机 bag 都是长这样子。所以它这个会比较水性一点会比较百搭一点点啦。所以如果女生的话，其实这个也是很好看，它的那个 padding 也是做到蛮好，因为毕竟是 PGYTECH 嘛。所以这个 bag 它也是不是说很大，这个应该有2-3个 liter 瓜，可是平时我不会装这样满啦，因为毕竟我不要它太重嘛，我才选择这样小个的 bag right， 所以我会装到它刚刚好，所以带整天的话它不会太过重 ，especially for 女生的话，所以我们先展示给你看一下，到底这个 bag 里面长什么样子。所以这个 bag 里面呢，就有3个格啦，中间有2个 padding， 通常我会放我的相机在正中间，所以旁边我会放我的镜头啦，然后另外一边这个 padding 是它可以推下来的，所以我可以分2个格，1楼跟2楼这样子啦。下面平时我会放我的一些配件啊，然后当然上面我就会放我的小个的镜头啦。当然这个盖这边呢，它就有2个网状的一个暗袋这样子，平时我是拿来一边放我的 ND filter， 然后另外一边平时是我拿来放 battery 啦，或者可能 SD 卡 pouch 这样子。当然外面盖这边上面也是有一个暗袋，平时出门可能我会放我的钱包啊、我的车钥匙啊、我的家里的钥匙这样子的东西啦。所以这个 bag 平时我就是 one day trip 不会想要 carry 太多的东西的时候，这个基本上都能 fit 大部分的东西啦。So 我的这个 bag 呢，里面它就有3个 compartment。左边呢，我通常用来放我的 pocket tree 啦，它可以塞多一个相机跟多一个 lens 啦，就 basically 它也不多，就刚刚好罢了。旁边这一边你还可以放你的钱包啊，或者是你的 SD 卡啊，或者是你可以放你的电话在这边也是咯。所以我们接下来直接来讲一下我们的相机。看来先。所以当然平时这1年呢，我用最多的就是我的这个 ZV-E1 啦，它是一个跟 FX3 跟 A7S3 一样 sensor 的一个相机。我虽然还没有做评测，可是这个相机我用了差不多接近2年吧。然后它真的很好用，因为它的 sensor 可以拍很 low light， 就是暗光表现非常的好。然后它也是一个全画幅 full frame 的一个 vlog 相机啦。然后它上面这边有一个 microphone， 就是我不装我的 mic 的话，它的收音其实也不错。然后当然有一个翻转屏，然后可以拿来 vlog 的时候这样子来看啦。当然这个相机是我们的 main 的 vlogging cam 啦，我平时都会带一个广角来拍我们自己，所以其实它不会太过重啦，400多克这样子抓住，这样子来拍，所以其实它非常好用。如果你们是想要做 YouTube 啊，还是想 upgrade 你们的 video quality 的话，我觉得这个是我用到说发这2年内没有后悔买的一个相机啦，我觉得它超级好用。当然我还有另外一台相机就是Chloe的，也是正在拍住我们的一个 A7C2 啦，所以给我换这相机先。这个是我的 A7C2，and then 像Vincent刚才讲的，它的 ZV-E1 是用来 vlogging 嘛，我们的 main vlogging cam。这样子 C2 做什么呢？ C2 是用来拍那些 B-roll， 就是你每次看我们的 video 的话 ，then after that 我们每次讲话 ，then after that 突然间有多几个 footage 啊，还是什么东西 show 你那一个东西，就是叫 B-roll。大部分时候都是用这
台相机来拍的啦。这个相机也是用来拍我们的照片。说简单讲一下这个相机的功能啦，它是一个 full frame 相机，它的 video 方面，它厉害的是在它 7K down sample to 4K， so basically 它比较 crispy， 比较 clear。And then 这么我们会用它来拍照，是因为它有33个 megapixel 啦，所以如果你拍到不美的话，你可以直接 crop in 的。Then after that 我喜欢它是因为它够小个 for 女生的手 ，especially 它是 C mark compact 嘛。Then after that 它有 EVF，so basically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 hybrid 相机啦。我们之前也是有做过一个 video about 这个 A7C II， 就是我们当初刚刚买的时候 ，and then 在那一边有讲比较多东西，做什么我们会买这一台相机它的功能，所以那边会讲到比较详细一点啦，所以你们可以上去这一边看。除了这2台相机之外呢，我们还有2台不同的相機。第一台就是我的 DJI 360，这个是一个360相机啦，它是 8K 的，可以拍完全部360度，你按那个 record， 它全部冚唪唥都可以录完。我觉得这个是几个月前我买，它一刚出的时候我就买了，它有 8K sensor啦，拍出来基本上我就是拍了回到家我才来重新构图，我不需要去翻我要指哪里这样子。当然之前我们也是出过2次的 video 关于到这个啦，第一个就是我生日的30岁的生日的 vlog， 你可以去看一下，很多画面都是用它拍的，然后另外一个是专属它的一个评测。如果你们有考虑想买一个360相机，然后这个是 DJI 的，你可以去看一看啦，在这边。所以这一个 video 我就不讲太多它的function了，就基本上它就是一个比较小个的 discrete 的，因为平时可能去 mall 啊，可能有些地方不想用这样大个相机的时候，我就用它来拍，或者拍一些比较特殊的视角，我都会用它。我觉得这个蛮方便一下的 ，quality 也不错一下，也不差啦。我觉得这个 not bad。So 另外一个就是我的 DJI 的 Pocket 3 呀，这个相机应该对很多人不陌生了啦。OK，it's everywhere，and then 也出了这样久。Basically， 这个 Pocket 3是我们的 Vlogging Cam 2，因为一时半下我们出去旅行的话，还是出去拍东西的话，我们会分开来走嘛，是不是？去拍不同的东西。所以当他那边有他的 ZV-1 来 vlog 的时候，这样子我就会用 Pocket 3来 vlog。它没有什么 interesting， 就是很小个 ，and then 它是一个 gimbal-like的 camera， 做口机头。稳定器了，基本上就这个很方便呢。我平时就是不想用大相机来 vlog 的话，这个肯定是拿出来的。我觉得这个超级推荐，用了这么久它还是很值得。我们也是做过一个 video about Pocket 3，你可以去看一下，那边讲的比较详细，所以我们今天不讲 spec， 今天我们就讲它。I'm so sorry， 如果我们一直叫你去那边去这边，去那边去这边，你看完这个先。因为我们真的有做过这些，可是你看完我们 back 里面有什么东西这样。所以当然接下来呢，我们先讲我们平时用这2台相机，我们平时都在用什么样的镜头？我们来看一看，就是这些啦。我们这边有4颗镜头，就是我们平时最常用的。虽然我们有其他的镜头，可是这些是我们基本上99.99999%都在用它的。所以我们来讲一下我们的第一颗，就是这个16-35 f4 PZ。看你是哪里人啊。所以这个呢是我们的 Ultimate Vlog Cam， 因为它装在我的 ZV-1， 它就是一个我们的 Ultimate Vlog 相机。因为这个 PZ 就是 Power Zoom 的意思，就很像你以前你爸爸用那个 Dad Cam 这样子。这个是可以做得到的啦。当然这个是16段，所以它很广，超广角镜头，所以它也很 sharp。基本上所有的广角你看到的肯定是用它的，然后它也不重，它就是差不多400多克左右，然后抓在手上其实很方便，很好用啦。然后到35段拍一点点的特写都还可以，然后在 Clear Image Zoom 可以拍到50段，所以这个是16到35到50。当然平时我们的 Establish Shot， 我们的 Hero Shot 肯定是用它啦，就是这个最大的景，就是介绍我们在哪里，基本上肯定是先用它来拍的，所以超广角超级好用，这个超级推。当然平时我们用完了这个呢，我们还有另外一颗 Zoom Lens， 就是我们的 Tamron 28-75 G2， 这个是第2代啦。然后这个是因为它其实也不会很贵，它也是一个 Standard 的 Zoom Lens 啦，就是从28段到75段，所以其实它是一个可以拍很多特写，而且它又是 f2.8 大光圈的一个镜头。我觉得这个拍出来它很 sharp， 然后很方便了。基本上这2颗镜头可以打天下。基本上可以打天下了。我们基本上这个是拍大景，然后这个是拍特写，基本上这2个 lens 我们只要带出门就可以 cover 我们99% 的需求了。当然除此之外，我们有2颗变焦镜头，我们还有2颗定焦镜头。第一颗就是我们的35 1.8， 这是我们之前买 A7C II 的时候一起买的啦。然后这个它是一个很 standard 的
的35段，就是平时拍人像啊、拍街景啊，最常用的焦段就是这个35，而且它有1.8的大光圈。所以如果你还没有看过我们之前的一个 Christmas 的 video，就是上一集啦，你可以去看一下，所有的照片基本上都是用它来拍的。然后你的背景模模糊糊这样子的，就是这个拍出来的。我们如果不想要出门带太大个的镜头，我们就把这个换成这一个，它就很小巧。这两个可以 set 完全部我需要的东西了。下一个 lens 就是42.5啦，这个是 Sony 的刚刚新出不久的小粒 lens。做什么我们会买它呢？是因为它很小个，它也很轻。如果你要带出门一整天啊，还是挂在颈上啊，还是带小个的 bag 啊，其实它很方便，它也很小个，算是蛮 pancake 的 lens 吧。for full frame 的话啦，当然它拍 video 跟拍照也是很 sharp 啦，我们也是有用它来拍一些 B-roll 啊，一些 footage，then after that 也有用它来拍照啦。可是40这个 focal length 的话，它其实算是蛮 tight 了的，它算是 mid 这样子啦。如果我用 C2 的话 then after that 加买它的 APS-C crop 的话 then 它就会变更加 tight， 我就更加喜欢。这个就是40mm 啦 and then 这个就是我们4个每次用的 lens 来 vlog。基本上这4个 lens 可以 cover 我们99% 的需求了。也 make sure that 它是很轻便的，所以我们就基本上带这4颗可以 set 完全部东西。当然接下来因为我们出去不到1天嘛，1天之内一定会带一些其他的配件。我们先讲一讲我们的第一个配件，就是我们的麦克风。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是来自我们的 Sony ECM M1 听到的声音，然后这个麦呢就是我们 Ultimate Vlog 的其中一个配件啦。如果没有麦克风，你就听不到这样好听的声音啦。所以我们平时 Vlog 呢就肯定会带它，因为第一点它没有任何的 cable， 它就直接插在那个相机上面的热血，就是 Hot Shoe， 然后就可以直接录音了。所以这个麦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它有很多不同的收音模式，比如说单声道对住自己或者对住外面，或者立体声2个人对话，或者全指向就是录一些环境声音这样子啦。比如说在街头讲话，我们在咖啡店啊，还是风景的一些环境声都可以录到清清楚楚啦。当然我们平时在拍我们的 YouTube 的时候，平时都是直接装在我们相机上面，直接这样子来拍。当然对我们来讲，拍一个很好的视频，如果没有很好的 mic 的话，没有录到很干净的声音的话，这个 video 其实它真的很难看的。所以宁愿你的画质差一点，有一个很好的麦克风，它是一个加分。所以这个是我们平时都肯定会带出门，一定会用来 vlog 的一个麦克风啦。除了这个麦之外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收音的东西，就是DJI Mic 2， 可是只有一个罢了啦，是因为我们买 Pocket Tree 那时候，这个是 included 在那个 combo package 的啦。of course 它的相机就有一个 mic 了嘛，但当然是 Pocket Tree 也需要多一个 mic 啊。我们通常都会用这个 Mic 2 wireless 啦，它其实它就这样。What do you expect? It's just a mic. Basically 这个 mic 它是一个 wireless 的 mic， 它可以架在衣服啊，还是哪里都可以啦，我觉得蛮方便的。它不是说很小个，也不是说很大个，就刚刚好吧。没有什么东西要介绍啦，就是跟你们讲一下的，它在我们的 bag 里面咯。as our second recording 啦。除了这个 DJI 的 Mic 2，想问一下是你们有没有 anyone 的有 Pocket Tree 啊 ，and then 是买 combo 的？因为我每次觉得是那个 bag 是他给到的那个 bag 是很鬼大个噻 ，like 我今天想要带一个这样小个的相机，可是它的那个 bag 这样大个，它不只是它的 bag 大个，你知道吗？它的 case 也是蛮大个的。现在介绍一下我们会带的一些 DJI 的配件啦 ，Pocket Tree 的配件。哒啦，这个就是 Pocket Tree 啦。Then after that, the first thing 我想讲的东西是，刚才我讲了嘛，它的 case 很大个 ，right？ 我们很早 Pocket Tree 买到那时候，我们就买了一个这样子的 protective case。它的这个 protective case， 它只是 protect 它的这个 screen， 不给它 flip，and then 它 protect 它的 gimbal， 不给它翻。That's all， 它就真的是这样小个罢了。other than that， 在这边下面就有一个 magnetic mount 啦，谢谢他，因为他买给我的。这个 magnetic mount 我真的很喜欢它，是因为名字已经叫 magnetic mount 了啦，我不知道要怎样 explain magnetic mount 给你。什么叫个人站啊？个人站这3个字还是很好理解的吧？
当然喜欢带它出去是因为它够小个。我们通常如果出去的话，有看到什么铁的地方啊，或者是 grill 这样子啊，都可以 magnet 在那边，然后就这样子来拍我们。Then after that， 它可以这样子开，然后它就变成一个 stand 了啦 for 你的 pocket tree。它也有那个 quarter inch hole， 如果你要直接 screw for tripod 的话，它可以算是一个 cage pocket tree 的 cage 加埋它的 magnetic mount。Then 这个 magnetic mount 我也是很喜欢，因为它有这个 action cam 的那个 mount， 我没有用它 as action cam 的那个 mount，but 我用它来打我的 quick release， Yeah， 就是 for 我的 neck strap 啦。它的底座这个东西，它也是一个 Arca Swiss 的啦，你可以直接插在一个相对有 Arca Swiss 的 tripod 上面，所以基本上这东西很方便啦。这边又有扣袖啦，就是到时候买给它的时候，它就有很多不同的 function。这个叫BRDRC， 所以当然这样子搭起来的话 pocket tree 就很小个了啦，通常我就这样子来带出门。And then 下一个呢，我们就是要讲它的相机的 ND filter， 就是这个，哒啦，这个是我的 ND filter 啦，这个是 from Nisi， 然后它是 True Color 的啦，我买它的时候也是蛮贵一下的，1000多块，它好是它的颜色 True to Color， 它色准很好啦 basically 啦。这个是一个 main 的 82mm 的，我是买最大的，所以我可以买一些 step down ring 来放去不同的镜头啦。当然它有多一个是 1:5 加一个4个 stop， 来一个 Pro Mist filter 这样的东西啦，所以可以拍到比较梦幻的 filter 啦。所以就这样简单 with 这个 case。平时我是不带这个 case 啦，除非我去旅行的时候才带一个大的 case，but 平时出街我就只是带这样子，然后就放在我的 bag 里面，在一个 protective 的一个 section 啦。Yeah， 就这样简单，这个是 ND filter。所以我们接下来讲一讲我们的 next strap。So 这个就是我们的 Peak Design Leash 的这个相机背带啦。所以我们这个 leash 也是用了很久，就是 not only for 相机，可是我也有用来 for pocket tree 啦，就是像我刚才讲的这个，你就可以很方便的扣进去拉就可以了。So as long as 你有这个 quick release 的话，你就很方便的可以直接换相机to 相机啦。So 他也是很喜欢用这个 leash 来做一些比较稳定的就是这样子来抓，所以拍 video 它就比较稳一点，因为有3个 point of contact， 也是这样子来用。所以这个没有什么好介绍的啦，我也是用了很多年，然后我才买到另外一个颜色的给它，银色，我是买黑色的，这个用最少5、6、7年过，不知道，所以很久以前我就开始用了，我觉得这个大腿，所以当然这个东西是我们其中一个配件啦，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配件呢，就是我们的 Arca Swiss Plate， 听起来有点像 cheese。所以接下来是这个 Arca Swiss Plate， 这个是一个底座啦 for 相机的，基本上我每个相机下面都有，然后它是 compatible for 大部分的 tripod， 比如像这样子，然后你就可以直接装进去里面。Arca Swiss 是我们最常用的一个 mount for 所有的相机啊 gimbal 啊，全部东西我们就直接用它了，所以这个很好用。所以我们接下来下一个东西就是我们的 SD 卡，SD 卡。所以当然除此之外，我们小 bag 里面呢，我们一定会带一个这样子的 wallet 啦，不会 instead of 用那些 plastic case， 我们就平时用这样子的一个 wallet 来放我们的 SD 卡，所以比较保险一点点。接下来最后一个，我们平时带小包的时候一定会带的就是这个 Mantis Pod 啦，这个是一个小个的三脚架，然后它是像螳螂这样子的，然后它是 PGY Tech 的啦，也没什么好介绍的，因为它就是一个可以手抓，然后可以直接拿来 vlog 的一个就长这个样子了，所以它很好用，很方便，也不会很大个，然后它有多一个 mount 在下面，就是可以开出来，然后你可以挂在可能篱笆、栏杆啊，还是桌子啊，只要可以挂的地方它就是 3 point contact， 它就可以这样子来用，所以这个很方便啦。我们平时 vlog 的时候都会直接带这个东西。所以小 bag 来讲的话，我们 one day trip 或者平时拍半天这样子，我们不会带大 bag 的话，这些都是我们平时会带的一些配件啦，所以不需要带太多，也我觉得没什么必要。有时候我连这个都不带，所以就这样简单，平时就是1机2斤，2个人2机就是2机2斤这样子 settle 一天。其实拍 video 不需要到太过多东西，如果是需要拍2天以上，可能出远门去旅行这样子，我就会带我的大 bag。所以我们来讲一讲我们出远门的时候带的大 bag 就是这个啦。前面一开始看到的这个大 bag， 这个是 PGY Tech 的 One More 2 25个 liter， so 这边应该也比较难开啦，我拍一点 video 给你们看。so 这边我会通常加一个 PGY Tech 的 Vito Clip 拿来架相机的，如果想要很快速的拿相机出来，就可以直接挂在这边啦。所以这个 bag 就来个 zip， 你就可以开完整个东西了。所以里面这边会塞一个小 bag， 就是刚才我讲的这个 bag， 它就可以直接放在这边上面。所以去旅行的时候是，如果我们有回到酒店这样子是，平时都是把大 bag 放在酒店，然后都是带小 bag 出去的。如果没有很重要很大的一些景要拍还是怎样，除非需要带 tripod 啊 gimbal 啊，就三脚架跟稳定器这样子啦，才会带整个大 bag 出去。
所以基本上我的 bag 里面先讲小样的东西，我才讲大样的。里面这边有 rocket blower， 然后有一个存储卡，就是这个是一个 SD 卡的 reader plus storage 啦。然后这边可以放4张 SD 卡，我们自己做过 video 的可以去看一下，这个不后悔，很好用。然后这边下面我通常会放一个 pocketry 的一个 bag， 当然还有Nisi的 filter 也会放在这边，当然还有360 camera 的 battery pack， 所以基本上都是这样子来分，这些都是会带出去的。当然还有我的 laptop 在这边就是在这个 pod 里面可以直接这样子拿出来。所以我的 laptop 是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剪 video 做功用，因为它也蛮旧了，它是旧的 Intel 的 MacBook， 当然只是拿来 backup storage 罢了。所以基本上小样的东西就是这样多了。这个 bag 也是还不错下的，它前面还有一个 compartment， 这边是可以拿来放 gimbal 的，然后还有一些 pocket 这样子啦。当然旁边这边有一个可以直接 zip 开的，两边都可以。然后这边里面都有一些 pocket 可以拿来放你的可能 ND filter 啊、你的 battery 啊这些东西，或者你的 passport 啊这些。当然另外一 side 也是有它的放水壶的地方，还有多一个 strap， 所以可以把 tripod 放过来这边。小个的 zip 这边它就是给你拿来放一些文件啊，或者比较小样、比较薄的东西呀。大致上这个大 bag 就是这样子啦。所以当然我们出远门的时候，我们平时如果不是太远的话，或者觉得没有需要带这样大个的 tripod 的话，我们都会带比较小个的 tripod，which is当然，这个就是 MT79 from Ulanzi 的呀。And then 这个 tripod 其实它很小个啦，就是它也很瘦也很轻，可是它的这个 load capacity 会是只是1个 kilo 啦，so which means 你的相机加埋你的 lens 没有这样重的话，其实这个它还好的。After that， 如果你要用这个来做 monopod 的话，我们也是有用这个来做一些 interesting 的 shot， 就是比如说放 pocketry 上去，拉它高高 ，then after that 从上面拍下来都有这样子的 shot， 我们也有用过啦。So这个是1个 kilo 的 weight load 罢了嘛，这样子如果今天我要放一个相机加埋一个28-75这样子比较重的 lens， 比较 front heavy 的 lens， 我们就会选择带这个 Ulanzi 的 MT80。 You can actually understand this by 这个是它的 version 2啦，它的 upgraded version of 这个这个是小个的嘛，就有些人是需要比较多的 weight load， 因为这个是可以 carry 5个 kilo 的，就会选择这个啦。它虽然蛮大下的 comparison 是这样子 ，but then 1个 kilo、5个 kilo， 他们可以 carry 的东西是不同的，所以这个很好是在开了，你打它的底部，它就会直接开，所以它很方便。加上你抓它的时候，它是蛮实的啦。Yes。So basically， 如果我们出 half day 或者是1天罢了，不要带这样重的话，其实这个已经算够了。但这样子，如果今天我们要去 travel 的话，这样子我们会选择带这个啦，或者2个都对。所以当然，如果我们要出远门，然后知道我们要拍比较多大景啊，比较重要，然后要比较保险的话，是当然这一些so-called monopod 小的 tripod 可能会不够用，或者你会怕它可能比较 flimsy 一点点啊，比较没有这样稳这样子，所以我们都会带这一个，这个是 Siri 的一个 carbon fiber 的 tripod， 大概是800-900个 gram 啦。然后这个 tripod 是我们买了差不多接近1年，然后很常用它。然后它就是这样子推塞开的啦，然后是 carbon fiber， 就是因为它 carbon fiber 所以它很轻，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非常好用。The thing is， 他们2个这个感觉上会重很多 ，right？ 其实没有，他们的 weight 是差不多一样的，有可能这个是会重多一点点罢了，可是这个是proper三脚架哦。所以当然这个的底部面积它比较大，所以它比较稳啊，那个可能就没有这样大。可是就是因为它那个底部面积比较小，所以就那个位置不用吃这样多了，也比较方便这样子。可是如果当然来讲，这个肯定比较稳，而且下面这边有个 hook 可以挂一些比较重的你的 bag 这样子，它整个 tripod 会比较稳一点点啦。所以这个是我们平时都有在用的3种脚架，可是看场景啦。所以当然最后我们讲了3脚架，如果是这个 trip 知道是要拍大片的，然后它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我们知道可以拍到很美的一些画面的话，我们都会考虑带 gimbal，which 不是很长，but gimbal 可以拍出来的东西是你相机不一定拍得到出来的东西。你的手不一定可以抓得这样稳，可以有同个 effect 啦，我觉得。所以这个是比较旧一点的DJI RS3 Mini， 虽然现在出到 RS4 啦，可是唯一的差别就是它的那个 Intelligent Tracking 啦。把so far 我自己这样子拍，其实 gimbal 大同小异啦，就是把相机抓到很稳，就是一个机头咯，大个的 pocketry 这样子。所以就是一个 gimbal 咯，不常带，可是知道带的时候拍到的画面是肯定不会后悔的。Yes， 所以基本上大致上是这样子啦。
所以我们的相机包里面基本上都是这些啦，就是相机啊、镜头啊、配件啊、三脚架啊、稳定器啊这些东西，大致上足够让我们拍90多%的东西了。所以讲真的，拍 YouTube， 你讲需不需要相机这回事，其实现在电话都 OK 了的。我每次讲的一句就是带得到出门的相机才是好相机。所以讲真的，电话是最好的咯。可是如果你想 upgrade 一点点，你想有一点不同的 feel 这样子，可能你觉得抓电话没有这样有 feel 这样子，那 maybe 你可以考虑买一个相机啦。你要确定你真的对拍 video 这个东西有热忱，真的是会坚持去做这件事情，不然你就会浪费钱啦，去买这些东西。是的。所以我觉得基本上这些东西都可以 cover basic needs， 最基本的需求，for 拍一个普通的 YouTube video 了，去旅行啊，有时候拍一下日常这样子 ，more than enough 啦，真的是很够用了的。虽然讲我们这些器材不是讲like top notch， 不是美丽 lens 都是最贵的，还是 GM lens whatever that you may call it 啦，but like 这些就是我们用到最常用的，但也是符合我们的要求啦，在拍 video 或者是拍照也好。So 讲到这一边。如果你们有看我们的 channel 的话，从以前看到我们 channel 到现在，你都知道的，我们比较喜欢 vlog， 或者是比较喜欢分享东西。So 接下来2026，其实我们想要开多另外一个 series， 一个 video series，where 我们想要分享，还有鼓励你们来一起 vlog 啦。就记录生活了。所以我们开这个 series， 我们会分享一些我们怎样 start 我们的 vlog 啊，一些心态啊，或者是一些技巧啊，或者是你最基本需要的东西啊，这些 step by step 啦。technical 的东西都好，就是技术上的东西都好，还是讲剪辑这种东西都好，还是心态上的东西，还是就是所有关于到拍 vlog 这样的东西啦，我们都会一一分享在2026年明年的这个 period。Sorry, basically just a disclaimer here 啦，我们也不是什么 professional， 我们也不是 like 有教课还是什么东西，也不是一个很大的 YouTuber。No， 我们只是想要 share 这个 experience， 还有 maybe because we are very passionate in what we do，所以我们想要分享这个 ，and then 想要看其他人也是跟着 vlog， 因为 Malaysia 其实不多人，越来越少人，就算 even YouTuber 都越来越少了，就是做长视频、做这种记录生活的creator 也越来越少了。所以其实我蛮喜欢看 vlog 的，就是看别人的生活这样过这样子。所以我们也想 encourage 一些可能新手小白对创作这个东西有热忱的人，我觉得希望这个东西可以帮到你一点点啦，也是学一下我们的这个心路历程，我们的 journey 这样子做这件事情。也希望大家，如果你们对这样的东西有兴趣的话，可以 subscribe。follow 我们 for 2026年的更加多的 planning， 我们接下来会拍很多新的东西啦，希望这东西会带给你更加多的价值。但同时我们可以 build 一个 community where 你 share 给我们你的 experience， 跟我们一起有一个互动吧，我觉得就当作是一个 experience， 一个 sharing together。So 这个 video 就基本上到此结束了，希望这个 video 可以帮到你们一点点，至少了解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东西，我们是这样拍东西的，我们的 journey 是怎样，这一整年下来，然后希望明年我们一起加油。然后祝大家新年快乐！当然，这个 video 是2025年的最后一个 video 啦，所以祝大家新年快乐！希望你2026年心想事成，大家一起加油！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